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火药桶持续延烧，近期更出现了显著的军事紧张升级，这让全球能源市场再次陷入极度不安的震躁期。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布兰特原油在最近一个交易日强势收高，单日涨幅一度逼近 8%， 而天然气价格也受到供应链中断疑虑的冲击，同步上涨了 7.5%。 根据法国巴黎银行最新报告分析，这波原油的喷发速度与过往的波动节奏完全不同。回顾今年初从2月27日到3月底的第一波反弹，当时原油平均每天仅上涨约 2.75%。 然而自4月17日开始，原油价格出现了连续性的暴抽，从每桶90美元一路狂飙至120美元，平均每天的涨幅扩大到了 3.6%。 华瑞认为，这种在既有高点上再次加速的二次喷发，不仅显示出市场对荷姆兹海峡可能关闭的极度担忧，更意味着原油已从普通的商品买盘转向了对最极端供应风险的对冲。这种强烈的能源成本推重效应正在对全球债券市场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引发了显著的空头平坦化压力。目前，美国2年期与10年期公债的利差收窄了3个基点，而德国2年期与10年期债券的利差也同步收窄了5个基点。这种利差的缩小，清楚地反映出市场正预期高通膨将迫使央行维持更长时间的高利率，进而严重压制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动能。华瑞认为，当能源价格以这种快节奏高起点的方式攀升时，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将被严重侵蚀。这也解释了为何长单债券殖利率的表现会弱于短端。市场正在为潜在的滞胀风险预做准备。尽管原油价格在短时间内狂飙了 33%， 但欧元对美元的跌幅目前仍相对克制，仅维持在 1% 左右。据法国巴黎银行分析，欧元表现之所以比市场预期的更加坚韧，主要是因为全球股市在大幅震荡中依然展现了惊人的防御力。目前投资人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财报季，特别是美股科技七巨头中有4家公司在盘后发布了优于预期的营收指引，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宏观经济的悲观情绪。华瑞认为，股市提供的这种避风港情绪虽然暂时支撑了欧元，但这很可能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因为当财报利多出尽后，各国央行与通膨数据的对决将会成为市场唯一的焦点。本周是全球央行的关键博弈时刻，欧洲央行与英格兰央行今日都将揭晓最新的利率决议。据法国巴黎银行报告预测，欧洲央行目前会选择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 而英格兰央行则会维持在 3.75%。 不过，法巴银行的分析师在预览中特别发出警示，欧洲央行现在的按兵不动并不代表宽松周期的开始，而是一种待机观察的策略，因为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让官方确认通膨已完全受控。根据最新出炉的细项数据显示，法国的1年期通膨率已从 1.97% 加速攀升到 2.33%， 而意大利的情况更为严峻，1年期通膨率竟从 1.6% 暴增到 2.86%， 这比市场原先预期的中值高出了足足40个基点。华瑞认为，尽管德国的数据显示通膨压力有微幅放缓的迹象，使得欧元区整体的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预计落在 2.9%， 但法意两国的通膨反弹已构成威胁，这将迫使欧洲央行在6月会议中极大几率地做出升息一码的决定。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局势则显得更为棘手且混乱。据法国巴黎银行观察，英格兰央行今日虽然预计会以7:2的票数维持利率不变，但在其中预计将出现2位投票支持升息的成因，这将是本轮周期中首次出现升息投票的分歧。除此之外，英国债市正面临着双重打击，除了能源通膨外，政治因素也开始搅局。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近日表示，下周的地方选举对目前的政局来说极具挑战，这份政治不确定性导致英国2年期公债殖利率在短短24小时内飙升了11个基点。华瑞认为，当政治动荡与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交织在一起时，英格兰央行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更为鹰派的立场。法巴银行预计，央行将在随后的报告中上调通膨预期，并维持今年内总共升息2码的判断，这将对英镑资产的估值产生巨大的重估压力。然而，这一切全球性的宏观动荡最终都指向了欧洲领头羊德国所发生的历史性财政大转向。德国政府近日正式确认，计划在2027年大幅度增加举债规模，
其净借款额将比原先的预算计划高出227亿欧元。这会让德国联邦政府的净借款需求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例从原本规划的 3.6% 直接冲高到 4.1%。华瑞认为，这绝对不仅仅是单纯的赤字增加，它标志着德国长期奉行的黑色零点财政平衡神话正式破灭。据法巴银行更深层的分析显示，这笔庞大的开支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支应飙升的国防支出，计划到2030年，德国的国防开支将常态性的维持在 GDP 的 3.7%。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德国政府下调了未来的经济增长预估，导致社会安全与医疗体系的循环性支出被迫增加。德国这种国防转向与财政扩张并行的策略，虽然短期内为欧洲经济提供了额外的财政火力，但也正是拉响了欧元区主权债务的长期警讯。这种财政扩张的压力也迅速蔓延到了欧盟整体的融资体系。欧盟官方在近日无预警地宣布，将2026年的融资规模增加100亿欧元，使年度总筹资目标提高到1800亿欧元。法巴银行分析指出，这笔追加融资与欧盟先前批准的900亿欧元乌克兰专项贷款息息相关。华瑞认为，随着欧盟债券的市场供应量大幅增加，这将导致欧盟债券相对于德国国债的利差持续扩大，进而推升整体的融资成本。这不仅会对欧元区的财政纪律构成挑战，更会改变市场对欧元区长期无风险利率的定价机制。目前的市场数据已显露出不寻常的讯号。据法国巴黎银行统计，欧元区的1年期通膨预期已冲上 3.92%， 而1年后的1年期远期通膨也上涨至 2.35%。这反映出所谓的二次效应正在成型。原本由能源驱动的成本通膨，现在正逐步转化为消费者与企业对长期高通膨的集体共识。华瑞认为，在这种高油价、高通膨预期与政府疯狂举债的三重夹击下，传统的平衡型资产配置将面临严峻挑战。根据法巴银行的战略，目前应优先保持对欧盟长天期资产的防御性配置，并随时准备应对英盟资产因政治与经济双重承压而出现的快速回调。当前的操作核心应该是防御欧元、做空英盟、紧盯通膨。在央行正式行动之前，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与对冲手段，将是投资人保护收益的最佳策略。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